人民空军的装备突飞猛进，外国人在中国航空博物馆发现了什么信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先少。关于中国空军主战装备的发展速度，很多人现在已经看惯了歼20、歼16、歼10C、空警500和运20等世界先进的武器平台。现在又眼巴巴地等着什么时候能有战略隐身轰炸机、空警3000亮相等等。其实我们还真有必要从一个外国人的视角来看看中国空军建设的伟大成就，尤其是中国航空工业的飞速发展，足以让你感到震撼和自豪。近日，美国军事观察家网站发文称，中国空军在过去35年中，以世界上几乎没有朋友的速度实现了现代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中国空军在1988年还在列装上世纪50年代设计的战斗机，而发展到今天，却可以和美国并驾齐驱，研制第6代战斗机，甚至有可能取得领先的优势。中国在2017年成为世界上仅有的2个部署本土第5代战斗机的国家之一。到现在，俄罗斯都没有部署中队级隐身战斗机的能力。很快，中国还会变成世界上第一个同时生产2种第5代战斗机的国家，因为 FJ31的舰载版也将进入量产。美国军事观察者网站的记者最近参观了中国航空博物馆，见证了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仍然主要列装歼6的现实。当时中国空军落后于美苏30年，直到上世纪90年代，歼6才开始逐步退役。到2010年之后，还有一些歼6承担着教练机的角色。在中国航空博物馆内，存放的战斗机甚至比大多数中小国家的空军还要多。歼6在中国被改装后，生产量明显比苏联要大得多。歼教6和强5也是中国独立开发的型号，歼7是中国通过对米格21的逆向工程开发的。中国随后又自主研制了歼8战斗机和歼8-2歼击机，在冷战期间继续严重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直到2004年，歼10的服役，形势才开始逆转。这是中国完全自主研制的第4代战斗机。等到2018年的时候，歼10C已经变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第3代单发战斗机。当前的生产规模在单发战斗机中也仅次于 F-35。另一个让美国人关注的是独一无二的空警1号预警机的原型机。这款飞机是上世纪60年代末在图4轰炸机的基础上改装的。该项目被证明是不成功的，但是可以对比中国空军和海军航空兵现在的空警200、空警500和空警600。只能说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让美国人最感震撼的是，中国航空工业从2004年才部署第1架第4代战斗机，落后于美国和苏联25到30年。然而仅仅又过了13年，中国就部署了世界上领先的第5代战斗机，如今更是在各个航空技术领域取得了领先的地位。现在的问题是，中国航空工业的进步为何会出现如此大的跳跃？首先，经过几十年的仿制和自行研制战斗机，我们已经拥有了研制先进战斗机的工业基础、基础设施、技术储备和人才基础。这个说起来简单，其实除了美国、欧洲和苏联之外，大多数国家都没有相关的条件。其次，通过歼11的仿制、歼10的自行研制，我们培养了一大批的科研人才，快速弥补了与西方在核心技术上的差距。再加上中国在电子技术、航空动力装备、飞机设计等各个方面都在快速进步，中国航空人的创新精神在各个领域已经开始全面爆发。他们克服了一个个技术难关，取得了一项项伟大的成就。最后，从歼20的亮相开始，意味着中国站在了世界航空工业的第一梯队中，而且有条件对美国实现弯道超车。从涡扇15的量产开始，意味着中国航空
补上了最后一块短板，在未来战斗机的研发方面，已经进入到了自由王国，甚至有条件引领世界潮流的发展。总体而言，中国空军的现代化速度，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中国整个国家现代化速度的缩影，但是又与中国航空人的创新和努力拼搏密切相关。当我们已经习惯于看着中国航空装备开始领先世界之时，意味着中国的优势将被进一步放大，因为我们现在有条件在方方面面都走在世界的前面。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